芯片它不是欺骗，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边，权贵阶级们早已经做好了准备，等着那大量芯片的利益的分配。移民政策已经把人民创造力连根斩断，剩下的为了活着脊梁已经被压弯。这是谁的和谐绅士？你已经有答案，大声地说出来，沉默不应该是常态。芯片它不是欺骗，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边，芯片它就是欺骗，因为在没有法律的社会主义里边，芯片它不是欺骗。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曾经我们把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这些因素当成是地缘政治所要考量的标准，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这个只要有信息就能创造价值的时代，这一个通过计算机和网络编织起来的时代里边，那么信息技术和芯片制造技术都将成为未来地缘政治需要去考量的范围。在英特尔公司的 CPU 还卡在14纳米这个阶段的时候，台积电却已经迈向了3纳米，并且即将在2022年推出他们的最新产品。随着中国武统台湾的声音越来越大声，把台湾的芯片制造技术如果也纳入地缘政治的考量范围里边再来分析的话，中国可以轻松武统台湾这个事情看起来似乎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本期节目预计有14分钟左右。好的，朋友们，请听我慢慢道来。说起来，地缘政治它是用来对在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国家或者是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等方面做出分析和判断的一套理论。简单来说呢，就是看着地图来说政治。就好比说美国，它的东西岸都被海洋所包围，如果以第2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来分析他们的地缘政治呢，那它和德国就截然不同。地缘政治呢，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像瑞士这样多山的国家，它可以在2战当中选择中立战略，而波兰这样地势平坦的国家更容易遭到入侵，并且在战争来临的时候，它并没有更多的选择。除了地形地貌以外，自然资源同样也是地缘政治所要考量的范围。比如说这些中东国家，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丰富储量，塑造了他们独特的地缘政治的地位。它会为这些资源产出国和需要进口的依赖这些资源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关系。石油也称作为黑金，它是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货物，同样的也是引起大部分战争的主要原因。在1700年前，晋朝的博物志里边记载到，水有肥如肉汁，取注气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即明。这是公元3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对于石油的认识。在20世纪以前的这1000多年里边，人类对于石油的认知，人们仅仅知道它可以用来燃烧，并且它的粘性极强，可以用来做一些粘合和防水的处理。烧起来呢，它黑烟子冒着老大，注定了它就不是什么好燃料。在几个极其有限的应用案例里边，人们在制盐的过程当中，在有一些盐井从地底下打出来的盐卤水，需要大量的燃料去蒸发，最后呢制取得到盐。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巧呢在附近也有地表渗出的天然的石油，这时候呢人们就想办法，比如说用主管把石油和盐卤水分别引到房子里边来，把石油燃烧起来以后用来蒸发盐卤水。这样一来呢，仅仅也就是方便了不用再去劈柴，不用再去搬运燃料的麻烦。这个也就是石油在这1000多年以来它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用处之一，剩下的呢就是用来杀人放火。因为石油引燃以后，它极难被扑灭，用它制造的火箭，或是用石油浸泡过的投石机的炮弹，由它们烧掉的无数的城邦，都见证着石油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所留下的印记。直到20世纪初，内燃机的发明以后，石油才真正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但是绕不开的是，石油它仍然是用来杀人的武器，因为飞机坦克它都需要汽油。当一个国家的飞机坦克都不会动的时候，那么它又用什么去抵挡敌人的入侵呢？
上面说了，地理和自然资源是上个世纪地缘政治所包含的范围，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通常不会把技术也当成是地缘政治的考量要素。技术以及它的开发人员因为流动性非常高，他们能轻松的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去流动。比如说苹果的产品，它在加州设计，它的零配件是来自于台湾、韩国和美国，但最后的组装呢又是在中国，所以说它的技术是被分散了的，很难由说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家就来垄断这一个技术，来垄断这一个产业。但是呢，技术它分为上下游，像同样的一部 iPhone， 它在加利福尼亚被设计出来的时候，苹果总部也有制造电路板的小型的生产线，但是他们仅仅是在研发的时候小批量生产样机时候所用。但如果要说成千上万大量制造的时候，怎么样保证每一个批次的成品率，那么这个又得问中国人，因为苹果公司它不关注，它也不知道，这个就是技术上边上下游的区别。在如今，除了前边提到的地理位置还有自然资源以外，技术也慢慢的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为什么美国一直在保护着欧洲？这是因为美国认识到，如果说俄罗斯入侵了欧洲，像德国、法国、瑞士这些国家一旦落入莫斯科的控制之下，那么这些地区的技术将会给苏联获得反制美国的机会，甚至有可能让苏联超过美国。出于这样的原因，像北约这样的战略同盟才得以成立。同时呢，还有像巴黎统筹协会这样的经济与贸易的联盟。这个组织呢，简称为巴统，它的目标非常明晰啊，就是要限制西方的战略物资、先进技术以及相关产品流入到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其中大约包含了200项的禁运类目。除了军用的技术以外，其他的还包含有造船技术、计算机、软件、微电子、半导体、数字化控制。正因为这些东西的禁运，它让苏联在它解体之前生产出来那些产品都是傻大黑粗这种类型的，这个特性一直延续到了今天。Wow, that's a big plane. It's Russia. Huh? 要说战斗民族俄罗斯人真的就是这样傻大黑粗的品性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好几年以前我去参观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展出的那些沙皇时期的金银首饰都是极尽的细致，极尽的奢华。如果把它放到中国的故宫珍宝馆和中国工匠做出来的那些东西放在一起，反正我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来。所以啊，我们认知当中的俄罗斯人战斗民族那种很糙的性格，除了街斗流氓就是 vodka， 未必是人家真实的状态。好，接着说回来冷战时候的事情。在1982年，日本的东芝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协会的协议，向苏联非法的出口了数控9轴联动机床。这东西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说用计算机程序来控制刀具行走的轨迹，把零件在空间当中加工成任意你想要的形状。在1957年，苏联造出来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名字叫做列宁共青团号。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技术很落后，在螺旋桨制造这个阶段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核动力潜艇它体积非常的大，所以自然它的螺旋桨也是非常的大。曾经的制造工艺呢，是先用木头通过能工巧匠去制造出来一个1:1的木头模型，再用翻砂的方式灌入液态金属来铸造毛坯，最后呢，通过大量的人工手工去打磨抛光这个螺旋桨。这样制造误差很大的螺旋桨在旋转起来以后，加上它几十吨的自重，会产生非常大的震动，这就造成了很搞笑的后果。俄罗斯的潜水艇在挪威附近活动的时候，美国设立在岸上的监听站都能听得到。那你说这种潜水艇它拿出来不是搞笑的吗？它还有什么必要要躲在水里边呢？反正大家都知道它在哪里，还不如正大光明的浮起来就在水上开，对吧？如果以数控机床来做人工的那一道最后的洗消打磨的工作，那将会得到精度非常高的光滑的零件表面。日本东芝公司刚好就可以提供这样的机床，加上二战以后啊，日本人对美国呢肯定是怀恨在心嘛，好歹是吃了2朵小蘑菇，对吧？你们美国人提出来的搞什么贸易禁运，那是你们自己国家的事情，你们自己禁就好了。但是你来挡我财路，那我可不陪你玩。于是呢，东芝公司就以极高的价格向苏联出售了4台机床。为了逃避检查呢，东芝公司把这些关键的部位把它拆成零件，把它们伪装成一些低端的允许出口的机床，秘密的卖到苏联。当然与此同时，苏联也向法国、德国秘密的去购买这些先进的机器。没有花太长的时间，苏联对于这些精密零件的制造迅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美国的监听站再也不能直接听到苏联潜艇的声音了。后来因为东芝公司内部员工自己告发，这件事情才得以浮出水面。上面呢，就是用技术来锁死一个国家科技的例子。
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计算机和网络这就如同水和空气一样的重要。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我们人类对于半导体的应用，伴随着计算机的技术一起成长，成为人类未来最重要的技术和最重要的资源。因为电子产品它拥有极高的价值和重量比，比如说现在新出的 iPhone 12，价格呢是700美元，它的重量平均呢是200克。如果 iPhone 12撑着卖的话呢，也就是3500美元1公斤。然而，相比起上个世纪最重要的贸易物资石油来说呢，一桶石油在今天，也就是2021年的1月份，它的国际价格是52美元。一桶石油呢，大约是160公斤。如果撑着卖的话呢，也就是32美分1公斤，3毛2。所以呢，以重量为单位的情况下，半导体产品是石油价格的10900多倍。这个呢，仅仅是在消费电子作为一种产品上边表现出来的属性。2020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市值首次超过了能源行业。也就是说，基于半导体硅制造出来的这些芯片，再由这些芯片组装起来成为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它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石油，它们呢也必将成为新时代的黑金。从上个世纪这些围绕黑金的战争、围绕石油的战争的历史来看呢，我们未来的战争必然的也将围绕着芯片这个小东西展开。半导体产品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于军事和科技上边。1975年，这台 IBM 5100计算机在当时的售价是19975美元，1美元在1975年的购买能力相当于今天的4.84美元。那么这台 IBM 的古董电脑如果放在今天来卖的话，它值96979美元，相当于676000多块人民币。这价格别说是买一台电脑，就算是买一个网吧都够了。看它的运算速度，它采用了 1.9 兆赫兹的 CPU， 这是什么概念呢？使用我们这个时代最低端的一种 CPU 制造出来的电器，比如说你们家的电磁炉，它的运算速度要比这台 IBM 快1倍以上。然而呢，在当时类似于这样型号的古董电脑对于苏联来说也是禁运的。曾经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准备去莫斯科参加一个国际象棋的比赛，他们的工作人员随行带了一台装有国际象棋软件的计算机，准备在莫斯科的这个比赛上边作为展示，但最后在出境前呢被美国的特工拦了下来。他们的理由呢是这台计算机具有明显的军事作用。为什么说运算速度决定了一切呢？比如说坦克上安装的火控计算机，它能在行驶的途中，在炮管剧烈晃动的情况下，在电光火石之间找到最佳的时机，精确的击发，便能命中数公里外的目标。那玩过坦克世界的朋友都知道，在坦克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你想瞄准几公里外的目标，那就是一个小黑点，并且想要命中它，那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有芯片，有火控计算机的帮助，这就变成了可能。对于运算速度，打个比方说，在网吧里边最常见的这种电脑，可以正常运行游戏，装了英特尔 i9 处理器，5.2G 赫兹的处理速度，10颗核心。相比于1975年的这台 IBM 的电脑，它的处理速度呢是它的28000倍。现在最新的苹果 iPhone 12手机呢，它使用的 A14 处理器，拥有8个核心，它的运行速度平均都按3G 赫兹来算的话，那它的处理速度就是那台古董 IBM 电脑的12934倍。我说这样多少倍，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在前面我打的比方，你们家的电磁炉里边的那个小 CPU 也叫做单片机，它的售价呢是2块钱人民币。这样的单片机大量的存在于你们家的冰箱、电视机、洗衣机里边，它使用的是90纳米的技术，它的工作频率呢是4兆赫兹。做这样的芯片所用的光刻机呢，是上个世纪日本这些大厂商淘汰以后，再被中国的这些生产企业买进来的。如果还是用网吧电脑英特尔 i9 处理器跟这个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低端芯片来相比的话，那么它们的运算速度相差了13300多倍，和你手上的 iPhone 手机相比的话呢，相差了6400多倍。大家看芯片的那个晶圆，它的那个晶片的基板是同样的材料，因为在上边时刻的密度不同，差不多相同大小的芯片，它就能造成数万倍的运算速度上的差距。这样数万倍的差距呢，也可以说是能耗，也能说是发热量的差距。比如说一颗巡航导弹，它的导航系统如果用苹果手机 A14 这样级别的芯片来做，它可以变得非常小巧。但比如说朝鲜也想弄巡航导弹，但是别人不卖给他芯片怎么办呢？如果他跟中国来买这样低端的芯片，他要用3000片5000片才能堆砌出来一个小拇指甲盖大小的苹果手机 A14 芯片的性能。如果再加上外围电路和电路板本身的大小，它们的体积应该超过一辆摩托车大小，那么它还怎么装在巡航导弹里呢？虽然我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但是它的道理就是这样。那么这些中国国产的低端芯片，它呢是以
90纳米为最小单位的蚀刻技术，网吧计算机使用的英特尔 i9 CPU 用的是14纳米的技术，它们的运算速度相差了13000多倍。iPhone 手机的 A14 芯片用的呢是7纳米的技术。然而，现在台积电已经攻克了3纳米的技术，最新的3纳米产品预计在2022年上市。英特尔呢，他们的7纳米技术还要预计在2023年才能出产品来。所以台湾很先进，非常先进。大家还记得吧？前边我已经综合过了，地缘政治曾经呢是考量它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它的自然资源。但是进入计算机时代以后呢，信息技术、芯片制造技术逐渐变成了地缘政治更加重要的一个需要去研判的方向。川普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所以呢，他敦促台积电在美国设立制造厂。一来呢是让贸易更加方便，二来呢是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真的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如果说工厂受到破坏，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分厂仍然能够供给美国的使用。去年5月份的时候，台积电宣布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投资120亿美元建设了一座工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呢，英特尔的市值下降了1/3，而台积电的市值却翻了1倍。现在台积电的市值是英特尔的2倍以上。武统台湾，中国共产党已经说了70多年，共产党一再声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对于统一台湾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坚持和平统一，到现在把武力侵犯放在了首选的位置上。戴维斯线是用来划分台湾海峡上的中国方向和台湾方向的分界线，它是在1954年美台互相防卫条约当中划定的一条界限，它是以本杰明·戴维斯将军，一名2战时期的空军指挥官的名字来命名的。从1959年到1999年之间，没有任何一架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会越过这条线。但是呢，从2020年的9月份开始到12月份为止，中国派出来的飞机有70多天的时间都在越线，并且每一天可能不止一次。在不久以前，美国和台湾重新签订了台湾保证法，虽然有很多的进步，比如说售卖更多类型的武器给台湾，包括攻击性武器，但是在台湾受到入侵的时候，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条款来说该如何应对，是不是要出兵。华盛顿对于台湾的模棱两可，部分的原因呢是尊重北京坚持认为台湾在法律上边是属于中国一部分这样的原因。虽然没有法律上边的保证，但是呢，人们普遍的认为，如果台湾受到入侵，美国将会进行军事干预，并且美国这样的动作呢，它将会给日本和韩国做出一个证明，表示日韩的安全，美国将会诚实的履行协议，不会撒手不管。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签订的这一部法律叫做台湾保证法。那大家想一下，他们究竟要保证什么呢？那么大家说，这算不算是在共产党的眼皮子底下直接把台湾安保条约给签了呢？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下期再见 ，Peace。